今天，眼见古今带大家去一个很多中国人都没听说过的神秘部落。这个地方藏在中国青藏高原的东北边缘，一个叫迭部县的地方。它的最高海拔接近5000米，常年积雪，云里雾里，时不时还刮妖风。当地人说，山里有雪豹，有狼，没事谁都不会往里瞎跑。就是这么个鸟不拉屎的险境里，却流传着一个特别玄乎的传说——石匣子。当地人说，在这石匣子深处生活着一个古老的部落，他们与世隔绝，靠着高原上的水草和庄稼顽强生存。而当记者探访时，竟发掘出更惊人的秘密：这片看似贫瘠荒凉的地方，竟然被村民称作是能聚宝的土地。很多村民家里还收藏着一摞摞银元宝。这样的财富究竟是从何而来呢？一个与世隔绝的山谷，一群神秘的部落藏族，一片藏在雪山深处的聚宝匣子，一切都扑朔迷离。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迭部县，揭开这座石匣子的秘密。找到石匣子，我们得先了解它所在的地方有多硬核。它位于甘肃南部的甘南藏族自治州，藏身于一条名为迭山的山脉深处。这条山脉可不简单，它是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秦岭的一部分，同时也是黄河和长江的分水岭。这里的山高耸又险峻，岩石裸露，山顶常年被厚厚的白雪覆盖，山谷里的天气变化莫测，前一秒还晴空万里，后一秒可能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浓雾，或者鹅毛大雪说下就下。可这片险峻的土地在历史上却一点也不寂寞。中国最家喻户晓的三国时期，蜀国大将姜维被魏军追击，就是退到这片深山里，靠着复杂的地势才躲过一劫。据说他当年避难的地方就是传说中的石匣子。上世纪30年代，中国红军长征途中，也在这里打了一场决定性的关键和惨烈的战役，也就是腊子口战役。腊子口，光听名字就知道有多险，在藏语里就是险峻的不得了的峡谷的意思。这地方是进入迭部的门户，隘口最窄的地方只有8米宽，左边是刀削一样的悬崖，右边是深不见底的白龙江，江水湍急的能把石头冲得滚起来。所以你看，这个地方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，神秘的传说和铁血历史交织在一起，给我们今天的探寻之旅又蒙上一层传奇色彩。好了，说完了基本背景，接下来我们正式上路。当车队向着当地引导的县城西北方向前进时，海拔很快就到了接近4000米的高度，周围的景色瞬间从秋天转变成冬天，一座雪峰拔地而起。刚才还清晰的山路，突然就被一阵浓雾笼罩，能见度最低处连车头都快看不清楚了。更要命的是，路面上开始出现厚厚的积雪，一边是山壁，另一边就是深不见底的悬崖，车轮一打滑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没办法，为了安全，所有人只能弃车，选择最原始的方式步行。能见度不足5米，脚下的积雪嘎吱作响，四周静得出奇，只有风声在耳边呼啸。那种孤绝感让人心里直打鼓。偶尔还能看见一些废弃的木屋，半地下室的结构，周围垒满了石块，屋顶上压着厚厚的泥土。这跟中国东北林区里一种叫地印子的建筑非常类似，就是为了在极寒环境下达到保暖才设计出来的房子。有的地印子甚至还挖有长长的隧道，用来躲避野兽或者雪崩。在这荒无人烟的雪山上建造这种极限求生建筑，说明了2件事：第一，这里气候真的非常严峻；第二，前方很可能真的有人类长期活动的踪迹。建造这个木屋的人，会不会就来自那个神秘的石匣子呢？在这片看似不适合人类生存的地方，真会有部落世代生活吗？那座传说中的石头匣子到底是什么模样？翻过几个陡坡，地势开始往下走。神奇的事情发生了，随着地形的下降，周围的植物竟然被肉眼可见地变得茂盛起来。又走了半个多小时，前方出现了一个非常狭窄的关口，两边的山崖几乎要贴在一起，就像天然石的门。穿过这道石门，视野瞬间开阔，只见群山环绕之间，
竟然藏着一个宁静的村庄，四周的山崖直插云霄，陡峭而巍峨，把整个村子围成了一个近似四边形的盆地。远远望去，就像一个巨大的石匣子扣在大地之上，口子朝天，里面悄悄盛着一方人间天地。走进村庄，眼前的景象更让人震撼。这里并不是人们想象中的荒凉禁地，而是一个典型的藏族村寨。木屋和石墙错落有致，村前有水源，村后是青翠的山林。屋舍周围层层梯田铺展开去，稻谷和青稞随风摇曳，和远处的雪峰交相辉映。村子里很安静，偶尔能看见几个老人慢悠悠地走过，背篓里装着刚采来的柴火。孩童们在小溪边嬉闹，牦牛在田埂上悠闲吃草，一切都显得那么古朴，那么安详。当地人告诉我们，这里叫扎尕那，在藏语里意为石匣子。据说村子已经有上千年的历史，世代都有族人在此生息繁衍。在这样一个寒冷荒凉的高原雪山深处，为何会存在一片水草丰茂、良田遍布的人间仙境？在这石匣子里，当地人的生活方式到底有何特殊之处？又是什么原因让他们在这片与世隔绝的洼地坚守了上千年？谜团一个接一个浮现出来，而答案似乎就藏在这座石头匣子里。扎尕那一共有4个寨子，从低到高分别是东巴寨、叶日寨、达日寨和代巴寨，顺着山势像阶梯一样排开，山势宛如巨型宫殿，岩壁构筑4完整古城。村内藏式木屋沿山而建，加起来有300多户人家，几乎全是藏族。村里的房子全是用当地的片石和松木盖的，墙厚的能达到1米，屋顶铺着木板，上面压着石头，防止被风吹走，远远看去像一个个小碉堡。俗话说，一方水土养一方人，扎尕那独特的环境造就了当地独特的饮食智慧。先说说吃的，扎尕那的饮食完全是靠山吃山，每一道菜都透着当地人的生存智慧。因为海拔高，气温低，像生姜、大蒜这些调味菜根本种不活，村民们就想出了用老猪油去腥的绝招。村里的老人都会在秋天杀猪的时候，把猪板油切成块，放在大铁锅里熬成油，然后倒进陶罐里密封起来，放得越久越香。做牦牛肉包子的时候，挖一块凝固的老猪油切成小丁，拌进剁好的牦牛肉馅里，再加点盐和花椒粉，蒸出来的包子，咬一口油香四溢，一点牦牛肉的膻味都没有。那香味，城里的包子铺根本比不了。除了老猪油，辣椒是扎尕那人家家户户的续命神器。因为村子4面环山，湿气特别重，就算是夏天，早晚温差也能达到20度，村民们全靠辣椒驱寒祛湿。他们种的辣椒不是咱们常见的长条椒，而是圆滚滚的灯笼椒，成熟后红彤彤的像小灯笼，辣度却比小米辣还厉害。每年秋天，村民们会把辣椒摘下来，串成串挂在房檐下晒干，然后磨成辣椒粉，装在布袋子里备用。不管是炒牦牛肉、煮土豆还是做汤，都得撒上一大把辣椒粉，连喝酥油茶的时候，有的老人都会舀一勺辣椒面进去。再说说住的，村里的老房子叫踏板房，设计的特别科学。房子一般分3层，一层用来养牛羊、放农具，因为离地面高，潮气得不到。2层是住人的地方，客厅、卧室、厨房都在这儿，窗户开得又高又小，既能采光又能挡风。3层是储物间，用来放青稞、土豆和干草。村里的生活节奏特别慢，每天早上，村民们会先熬一壶酥油茶，就着糌粑吃早饭，然后男人去山上放牧、种地，女人在家缝衣服、做酥油。到了下午3、4点，大家就会聚集在村子的广场上，晒着太阳聊天，孩子们在旁边追跑打闹。要是遇到下雨天，老人们就会围坐在火塘边，一边烤火一边讲古老的传说，从姜维避兵到马帮经商，一个个故事讲得活灵活现。这里至今仍然保留着非常传统的半农半牧生活。他们在山坡上种植耐寒的青稞，在草场上放牧牦牛和羊群，偶尔还会在山上打猎，采集药材和菌类，基本上能做到自给自足。
这种古老的生活模式在现代社会已经很少见了。不过越了解越好奇，这么一个看似封闭的村子，怎么会有这么丰富的生活习俗？那些家家户户都有的老宝贝又是从哪儿来的？在扎尕那，村民们常说一句话，这是一片能聚宝的土地。就在这时，一位老乡拿出一个用红布包了3层的东西给我们看，打开竟然是一个沉甸甸的银元宝。这银元宝有巴掌那么大，表面已经氧化发黑了，但上面雕刻的云纹还清晰可见，拿在手里分量十足，估摸着得有2000克重。老乡说，这样的银元宝他家以前有10几个，都是祖上传下来的，有的在困难年代换了粮食，有的传给了儿子孙子。不光是班代家，村里不少老人家里都有类似的老宝贝，有的是银元宝，有的是银镯子、银腰带，还有的是刻着花纹的铜壶、玉器。按理说，扎尕那地处偏僻，进出道路险峻，物产也不像山外那么丰富，靠着几块梯田、一些牛羊，最多能自给自足，哪来的大把财富？难道真像村民们说的，这片土地本身就是一个宝匣，里面藏着看不见的财富？还是说，在大山深处曾经埋藏着某种神秘的宝藏？疑问越积越多，答案却迟迟没有出现。难道真有藏宝洞吗？村子周围的悬崖上确实有一些引人注目的山洞，传说最早的先民就居住在这些洞里。我们村民跟着爬进一个离地面最近的喀斯特溶洞，发现里面除了一些发光的方解石晶体之外，根本就没有什么金银财宝。方解石经过处理可以入药，藏医会使用到这种药材，但是光靠方解石也解释不了这么多财富的来源啊，一定还有遗漏的线索。一个几乎与世隔绝的山沟沟是怎么变成富甲一方的聚宝盆的？首先从地理环境上看，我们登上村子西部的一处高地，站在那儿往下瞧，整个盆地像一个天然的舞台，四周的雪山挡住了刺骨的寒风，洼地里反而显得温暖平和。阳光洒下，田野里庄稼摇曳，溪水清澈见底。这种小气候在高寒的青藏高原上极为少见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这个石匣子本身就是一座天然的聚宝盆，它能聚集水源，能留住热量，还能积累土壤。正是这些条件让这里变成了一片难得的沃土。可即便如此，也只能解释为什么扎尕那能自给自足，却还不足以解释为什么几乎家家户户都有银元宝。有吃有喝，生存问题解决了，不过和发大财完全是两码事。靠种几亩青稞，养几头牦牛，顶多是自给自足，不可能积攒下那么多银元宝。这里没有金矿银矿，财富不可能凭空生出来。村民日子虽能过下去，却谈不上富得流油。那么外来的财富是怎么流进这片石匣子的？种种疑问把我们的目光引向了石匣子之外的大山。或许要揭开财富的秘密，还得把视线投向更广阔的地理格局。石匣子究竟是一个天然的聚宝盆，还是一个被历史选择的藏宝匣？要想搞清楚石匣子为何能聚宝，必须先弄明白它的来历。专家带着我们往扎尕那西北方向的山林走去，海拔渐渐升高，眼前的景象也越来越震撼。雪山连绵，云海翻腾，气势如同史诗。可在这壮丽景色之下，专家的目光却盯着脚下的一条沟谷。那是一条形态特殊的山谷，底部平缓，两边却异常陡峭。专家说，这就是典型的 U 型谷，远古冰川运动留下的痕迹。冰川在流动时，就像一条缓慢移动的冰河，巨大的冰体向前推进，把山谷两侧的岩石不断磨削，谷底的碎石则被冰川推挤抛洒，最终就形成了这样的 U 型地貌。换句话说，石匣子所在的这片洼地本质上就是冰川雕刻的产物。冰川退去后，大量碎石留在了谷底，日积月累，这些碎石在雨水和风化作用下逐渐变成了细小的颗粒，形成厚厚的土层。这就是为什么明明四周都是石灰岩山体，而石匣子里却能种庄稼。原来扎尕那的肥沃土壤是冰川送来的礼物。
可问题又来了，石匣子四面环山，风吹不进来，外界的沙土也很难进入。那这些碎石颗粒究竟是怎么被带进来的呢？专家带我们看了一条贯穿南北的峡谷，那是一道巨大的切口，把石匣子分成2个豁口。专家解释，这条峡谷原本是一条断裂带，随着雨水和河流不断侵蚀下切，逐渐形成了今天的沟壑。正是这条通道，让高海拔地区的冰雪融水流进盆地，变成溪流，滋养了村民的田地。与此同时，峡谷也成了土壤和沙粒进入的通道，风能通过这道口把外界的细土吹进来，慢慢沉积在洼地里。可以说，没有这条峡谷，就不会有今天的扎尕那。听到这里，我们才恍然大悟，石匣子不是凭空出现的，而是地壳运动、冰川作用和河流切割共同作用的结果。也许扎尕那最早可能是一块巨大的石灰岩层，随着青藏高原的抬升，薄弱的地层不断坍塌，最终形成了一个接近圆形的天坑。只是后来河流把它打通，才形成今天既像天坑又不完全封闭的格局。换句话说，石匣子其实就是一个半天坑，它有天坑的闭合感，却也有峡谷带来的开放性。正是这种特殊地貌，造就了这里独一无二的小气候。这里冬季虽然寒冷，但不至于严酷到寸草不生；夏季虽然雨水充沛，但不会被洪水冲毁。正是这种恰到好处的平衡，让扎尕那成了高原上的一块宝地。可即便如此，也只解释了一个问题：为什么这里能养活人？至于那些银元宝和村民口中聚宝的土地，依然没有答案。一个自然条件优越的地方，能让人活得下去，但未必能让人富起来。既然村民们真的曾经拥有大笔财富，那必然另有隐情。所有的线索都指向了一个方向：这片石匣子可能曾经是古代商道的重要节点。石头匣子里究竟隐藏着怎样的商贸故事？为什么在漫长的历史里，财富会源源不断流进这个与世隔绝的村落？石匣子能养活人，这已经让人惊讶。要揭开这个谜底，必须把视线放到更广阔的历史舞台上。我们在查阅资料时，发现一条关键线索：陶叠古道。原来扎尕那所在的叠山是一条东西走向的山脉，与秦岭相连。这样的山脉像一道天然屏障，把南北两侧的人们隔绝开来。可人类的脚步不会停下，无论多险峻的山岭，人们总要想办法跨过去。在很久以前，扎尕那这一带形成了一条南北贯通的通道，这条通道就是古代卓尼通往迭部的重要道路，人们称之为陶叠古道。这条古道正好穿过石匣子，对来往的商队而言，这里是必经之地。南来北往的马帮会在扎尕那停下脚步，休整牲口，补充粮食，歇息一晚。试想一下，在几百年前的雪域高原，能找到一个既安全又能提供水源、粮食的村落，那简直就是沙漠里的绿洲。商人们自然会慷慨地留下银两，换取食物和住宿。时间一久，财富便一点点积累下来。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村里几乎家家户户都能拿出银元宝。那并不是山里突然冒出的宝藏，而是无数次商贸往来留下的痕迹。顺着古道的方向走访，会发现石匣子确实有天然的地理优势。别的南北断裂带不是被悬崖挡死，就是被雪山封住，人根本过不去。唯独扎尕那这一道峡谷宽敞平缓，可以让马帮成队通过。这意味着大自然在高原上设下了一道道关卡，却唯独在石匣子这里留了一条缝隙。人类抓住了这条缝隙，把它变成了财富流通的黄金通道。这条古道在当时就相当于连接南北的高速公路，而扎尕那凭借其得天独厚的断层和相对舒适的自然环境，不太引人注目，恰好卡在了这条高速公路最重要的一个服务区位置上。南来的马帮带着四川的茶叶、丝绸、瓷器，北往的马帮驮着甘肃的皮毛、药材、盐巴，到了扎尕那就得停下来休整，让骡马吃点草料，
自己喝点酥油茶，住上一晚再赶路。村民们就抓住了这个机会，开启了客栈、草料铺、饭馆，有的还当起了向导，带着马帮走最难走的那段山路。巨大的商机就这样诞生了。通过给商队提供服务和进行贸易，财富源头不断地采集到了这个深山里的小村庄。那些沉甸甸的银元宝根本不是什么神秘的宝藏，而嘎扎扎那的祖先们凭借自己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辛勤的劳动，一个字一个字赚来的商业利润。有人说，村民们能在这里坚守千年，不仅是因为土地肥沃，更是因为古道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生机与财富。石匣子里，土壤来自冰川，水源来自峡谷，而财富则来自古道，三者环环相扣，共同造就了这片人间宝匣。当然，历史上的车轮滚滚，陶叠古道这条曾经的黄金通道不可避免衰落了，马帮的铃铛声渐渐远去，扎尕那慢慢地从一个热闹的商贸驿站变回了一个宁静的农牧村落，逐渐被世人遗忘。然而新的时代也来临了，扎尕那凭借着独特的地理风貌、神秘的传说故事，以及当年马帮商道留下的好客基因，开始迎来一批批全新的访客，开启了从马帮歇脚地到旅游打卡地的全新转变。扎尕那的出圈始于1922年美国探险家约瑟夫·洛克的到访。当时他翻山越岭闯入这个原始村落，在日记中惊叹：“我平生未见如此绮丽的景色。”如果《创世纪》的作者曾看见迭部的美景，将会把亚当和夏娃的诞生地放在这里。这段评语随国家地理传遍西方，让扎尕那首次以世外桃源亮相世界，被称为东方伊甸园。可那时候交通太拉胯了，山路难走得要命，所以扎尕那又安安静静待了几十年。直到2000年以后，西部大开发把迭部的公路修通了，才有背包客和摄影师顺着洛克的脚印找过来。进入21世纪，当人们厌倦了城市的喧嚣，开始寻找那些真正的诗和远方时，扎尕那这个隐藏在雪山深处的人间伊甸园再次被发现了。这一次吸引人们前来的不再是商贸通道，而是它那独一无二、令人窒息的美景和神秘的藏族文化。2010年首条柏油路通车后，游客量突破1万人次。2015年短视频平台助推下，石匣子村落标签爆火，扎尕那甚至被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评为了最佳旅游乡村。现在的扎尕那还有一个响当当的名号——中国西部徒步圣地。这里的徒步路线简直是为探险爱好者量身定做的。从扎尕那出发，沿着当年洛克走过的路线，能走到四川的若尔盖草原，全程50多公里，沿途能看到雪山、森林、草甸、溪流等各种地貌。每年5到10月，来自全国各地的徒步爱好者都会聚集在这里，背着登山包，跟着向导穿越原始森林，晚上在牧民的帐篷里住通铺、烤篝火，体验最纯粹的户外乐趣。但别误会，这里可不是热门景区那种随便就能打卡的地方，想去的有点胆量和耐心。村子四周都是高原山脉，有些地方只能靠越野车或者步行才能到。尤其冬天，风雪一来，道路就彻底封死，交通的艰难让这里像被时间隔绝了一样。但就是这份偏远，让石匣扎尕的文化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。外界的人少，商业开发也慢，部落的生活节奏没有被现代城市的喧嚣打扰。近年来，随着一些纪录片和旅行博主曝光，石匣子扎尕那的名字开始出现在地图和旅行指南里。旅游开发开始慢慢试水，但不像热门景区那样拥挤。几家小型民宿和特色旅店尝试接待游客，提供民俗体验，比如跟随牧民放牧、学习制作青稞饼、参与传统节日庆典等等。这些体验虽然有趣，但仍旧保留了部落生活的原汁原味，游客能真正感受到高原生活的艰辛与奇妙。可以说，扎尕那的现代旅游是一种轻度开发加深度体验的结合。它没有被大规模商业化，保留了高原部落的原貌，同时又提供了足够的便利，让外界观众能接触到真正的人文故事。游客不仅能看到美景，
更能感受到生活方式的独特和部落文化的坚韧。不过，真正想体验这里的奇特之处，还是得做好心理准备。高原环境不容易，气候干燥，日夜温差大，对体力和适应能力是考验。再加上交通不便，游客得提前规划，耐心等待，这也让扎尕那保持了一种只对有心人开放的神秘感。好了，今天关于石匣子扎尕那的探秘到这里就差不多了。我们从一个神秘的传说开始，经历了艰辛的旅程，最终闯入了这个人间仙境。我们看到了当地一段独特的生存智慧，也解开了那个困扰许久的财富之谜。各位观众朋友，你觉得扎尕那最吸引你的地方，是它的绝世美景，还是那段传奇的历史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别忘了点赞关注，我们下期再去探索更神秘的未知。